大家好，我是新月。大家呢对于川普总统上台了之后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会比较担心一点。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川普上台之后它发生通胀的可能性。如果发生通胀的话，我们的投资策略该做什么样的调整，甚至于有没有可能从中获点利。先放一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大家请根据自己的独立分析做出投资决策。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川普上台了之后通胀的可能性。那现在主要关注的点呢，就是两个，一个是移民政策，一个是经济政策，这两个都可能影响通胀。移民政策呢肯定会影响物价的，因为它要驱逐大概1100万的非法移民。那其中主要呢就是一个是在农场上面干活的，比如说摘草莓啊、种玉米啊这些，还有个呢就是建筑工人，其中有一大部分也是非法移民。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这两类人都被驱逐出境的话呢，那人工成本肯定会上升。这样子的话，一个是食品的物价，一个是建筑的，就是比如说改建啊、房屋的造价都会上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经济政策，那一个是减税，一个是加关税，还有它的货币政策。减税大家都挺高兴的，像企业的话呢，它是说要把35%的企业税降到21%，个人的话呢，从21%降到15%。那这个对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挺让人高兴的，那大家手里有钱了，肯定就想消费，那消费呢，那肯定就会推高物价，是不是？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了，税收减少了嘛，它的利润就增加了，股市肯定也会好。同时呢，大家担心的国家债务就会上升。那美国的债务呢，其实现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它就一直在往上。这个是大家分析川普的政策的话，它可能会增加的美国的债务。如果说按照最低成本来计算的话呢，那到2035年，那美国的债务会达到129%，就是 GDP 的129%，距离法律规定的125%还要超出4%。那更不要说以最高成本估算的话，会超出 GDP 的161%。还有一个提高物价的呢，就是加关税。那川普希望对所有的进口商品都征收不同的关税，一般的进口商品就要征收10%到20%的。那对于贸易顺差国，比如说中国，他想要征收60%的关税。这当然是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希望创造更多的在美国本土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个肯定会推高物价，而且不是推高个一点点。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算呢，那种川普的这个政策呢，会让平均美国家庭每年都会多挣出2600块钱因为物价的上涨。好，减税让大家都有钱了，物价会上涨；加关税呢，进入美国的商品贵了，物价也会上涨。还有一个就是货币政策方面，那川普一直希望呢，就是降低利率，这样子的话，贷款的成本会更低一些。那这个呢，跟美联储的政策相驳。美联储其实像鲍威尔一直以来说的就是说，他希望是缓慢的降息，而不是突然降下去，然后通胀又上来。但是呢，川普能听他们的就不是川普了，对不对？他呢就是很希望可以在政治上来影响美联储。那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除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还增加了一个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鲍威尔和另外一位美联储官员已经在公开场合说我们不会辞职的。可想而知，这川普还没有上台，美联储官员们的压力已经上来了。这些政策呢确实会推高物价，但是呢这些政策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物价上涨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它的影响呢，一个呢就是副作用过大，然后通胀快速的上涨，那大家的钱包就快速的缩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正向的，经济呢增长快过于物价的上涨，比如说减税了，大家钱包都鼓起来了，想要多买东西了，这个时候呢供给也跟上了，所以如果供给跟上的话，供需平衡，那物价就不太会上涨，可能就是个比较平衡或者略微上涨的状态。或者就是现在大家都说的 AI 改变世界，所有的行业都用 AI 做一遍，那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然后降低成本，大家可以少干活多拿钱。还有呢就是一个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好的话呢，是可以抑制通胀的发展的，就跟现在政策差不多。现在美联储就是一个偏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如果可以延续这个政策的话呢，那通胀的速度呢也会被放缓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能源的价格，物价数据当中很大的一块是石油能源的价格。那川普的政策当中呢，有一条就是他希望加大开采能源的力度，特别是在美国本土地区。那这样子的话呢，势必是可以把那个能源价格给打下来了。那能源价格下来了，通胀数据也会下来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像21年那种10%的通胀呢，不一定会来。其实21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通胀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钱太多了。可以看到美国人民长期兜里就没有几个钱，但是疫情的时候呢，2任总统都拼命往大家手里面塞钱这个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多钱的美国人民呢，就是疫情一解封就想去花钱，但是那个时候供应链又没有恢复，那供应不足，需求又很旺盛，那物价就往上拼命涨，又加上当时的俄乌战争，那个汽油、石油价格都是上升的非常厉害，那通胀就咻的一下上去了。其实我们再看川普在上一任的时候的表现呢，他这边的通胀一直在3%以下。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所有的数据都是在3.2%以下。其实川普的这些政治主张，比如说是减税加关税、降低利息移民政策，他在上一任任期的时候全部实施了，但是对于经济来说呢，都是可接受的。像股市在他在任期间呢，涨得也还不错，标普涨了70%，纳指也涨了130%，通胀也维持得可以，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那我们接下去说一下，如果发生了比较大规模通胀的情况下呢，我们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实物类的资产，这是比较抗通胀的，比如说是黄金或者大宗商品。那黄金这段时间涨得非常好，但是在通胀期间呢，它其实也有涨幅，有13%的涨幅。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真正进入通胀的时间呢，差不多是2021年的4月，那时候直接从2.6%的通胀上升到4.2%。然后最高峰的时候到达9.1%，之后慢慢回落，在23年5月的时候呢，回到了4%，之后就在3%左右徘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黄金其实它是在一个震荡的区间的，没有说大幅的上涨。大幅的上涨其实跟地缘政治有更大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看现在的黄金，它在一个高位的阶段嘛，其实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可以看到波动已经产生了，它已经跌破了50天均线了。那之后呢，像之前这样子的大幅上涨可能不会马上发生，很大可能性就像之前几年这样子一个震动波段向上的趋势。第二个可以投资的方向呢，就是一些通胀保值的债券，比如说像 iBond 或者是 TIPS。目前 iBond 的收益率比较低，只有3.11%，因为目前的通胀率也比较低嘛，只有2.6%。但是呢，我们前2年就是在通胀最高的时候9.1%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iBond 的利率到了10.14%、9.83%。所以如果说美国这边再一次产生高的通胀的话呢， iBond 这边的利率也会相应的上升。关于怎么买卖 iBond 和相关的税务问题呢，我做过一期视频，在我国债的播放列表里面就可以找到。第三个可以注意的方向呢，就是降低我们的债务。那因为如果经济环境变差的话呢，我们抗风险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呢，一些比较高额的贷款或者说是消费类的信用卡卡债，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往下降一下，就不要把自己的杠杆加得太大。最后呢，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股市。虽然说通胀最厉害的那段时间，美股是进入了熊市，但是呢，有一些板块，比如说是防御性的行业呢，它涨得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的话，它其实在这段时间经历过熊市之后，从头到尾基本上是不涨不跌。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能源板块它其实涨得还是不错的。那段时间呢，它涨了67%，因为那个时候石油的价格非常高。还有呢，像是公共事业类的板块，那段时间其实它的涨幅也有8%。还有一些比较抗跌的股票，比如说是沃尔玛，那段时间涨了也有20%了，这段时间涨得也挺不错的啊。我们今天呢，主要讲了一下新总统如果上台的话，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政策对我们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通胀的可能性。目前看来呢，物价肯定是会上涨的，但是大的通胀吧，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那但是
即便万一产生了大的通胀的话，那我们也有一些策略可以进行投资方面的调整，然后保护我们的资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